新闻上说呢，台南破了120几年的记录。哦，不是，是台中破了120几年的记录。台南当然也不遑多让，说台中破了上个月的雨量呢，破了120几年的记录。然后全台的雨量呢，全年的雨量在这一两周全部下完了。我最近我心里有一个口头禅，这个老天爷呢，真是下雨下到没朋友。我们不管如何的哭喊求饶，他还是不理我们啊。曾经有美国脱口秀的演员呢，就在嘲讽，他说：“上帝呢为我们创造了地球，屁啦！你知道地球有多不适合人类生活吗？人类要多努力才可以在地球上生存呢？你看多少的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。换言之，上帝并不存在。”我不知道要不要跟大家问候，因为没有人要跟我互动，没有留言，没有问题。这是我第五支长片，也是我倒数的第6支片。我现在呢要改我的名字，我的频道名字。这里没有收到音啊，因为现在厌世甜点店呢的 Nanako 呢已经有伴侣了，所以他一副幸福的样子，喜滋滋的模样。所以呢，他的厌世甜点店呢已经人不如其名了。那就由我来接这个厌世的大称谓吧。我要改名为厌世摇头花。在海边拍摄呢，有一个好处就是景色非常的美。虽然我不能有提稿机，其实我是可以把我在，这说来话长因为在上个月月底左右呢，我被电信公司强迫推销了。我得到了一支三星 Z Flip 小折叠手机，最新的。我本来要在我自己的频道、我自己的影片里面，想要看有没有买主可以买这支手机，结果我查了又查呢，Google 了10几次，不行。你要在 YT 这样子叫卖东西就是不行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是在考虑要把这支手机开箱，然后呢，我要用它，因为我现在的手机就是正在拍我自己，我没有办法用它来当我的提词机。最后还是问候一下大家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关磊花。今天的海呢没有很蓝，所以我在考虑要怎么拍。
我现在在用，这是我新的器材，我在虾皮买了一个后置镜后置镜头的显示器，因为我想要用我的后镜头拍。稳定器跟这个显示器呢，都是中国制的，中国品牌。虽然我很讨厌，可是我买不到台湾制的。啊，这个显示器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亮度不够啊。我只隐约看得到我的人在我的镜头里，然后我的发型，我的人，想越看就越看不清。我想要看，愈看愈袂清。上一集呢，我拍摄我母亲被强制送医，我剪片呢，我剪片的时候呢，剪到自己都哭了。可是呢，我好像没有办法去感动其他人。我这一集呢，要跟大家聊一聊气候变迁与气候难民。我们可能自己身为气候难民而不自知，因为下了好久的雨，现在南部又灾情，虽然今天好转了，可是你可以看到海边的海，因为连日的雨天，还有乱七八糟的风向，海呢是浑浊的，并没有很蓝。我原本以为可以拍得像上支片一样，很漂亮的蓝色，显然的是天不从人愿咯。哎呦，我把它当镜子看还比较清楚哎。对啊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收到音，因为它应该上面会显示一个蓝牙，可是为什么又没有蓝牙？可是我刚刚试的时候是有的。暂停一下，我要确定我的麦克风有没有收到音。它还附一个遥控器，1000块我是不用再抱怨了。还有附遥控器耶，要吗？要重来吗？今天的海又不美。我就在这里开拍场吧，虽然没有，有没有确定收到音？
啊，到底有没有人在看？可不可以有人叫我停止，不要再玩 YT？其实呢，我回乡下这10年来呢，我有很深的感触，就是天气真的变成乱七八糟。我这样很像川普欸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好？像贾斯汀，希望用后镜头拍起来会很美。我不是指我的人，而是指美景、风景。我后来发现呢，我要一直对着镜头，我不对着镜头呢，我后面要在剪辑中呢开启美颜。我的剪辑工具里的美颜呢，它跟不上我的脸，就会有残影。回到天气呢，因为哦，这样真的好像川普哦。我想没有几个人愿意看一个男的在镜头前搔首弄姿，然后这个男的又不是很帅，从去年开始呢，我发现呢，每个季节都有季节雨。我们先从春天讲好了。春天除了春雨，还要再加上季节雨，然后尾巴呢就是梅雨。然后梅雨之后呢，夏天了，梅雨还没结束，然后台风又来，然后又开始下
下了1-2个礼拜，就像这次一样。这次是西南气流，台风根本没来，然后西南气流呢，把整个台湾的天气呢灌雨灌到爆。新闻上说呢，台南破了120几年的记录。哦，不是，是台中破了120几年的记录。台南当然也不遑多让，说台中破了上个月的雨量呢，破了120几年的记录。然后全台的雨量呢，全年的雨量在这1-2周全部下完了。我最近我心里有一个口头禅，这个老天爷呢，真是下雨下到没朋友。我们不管如何的哭喊求饶，他还是不理我们啊。曾经有美国脱口秀的演员呢，就在嘲讽，他说：上帝呢为我们创造了地球，屁啦！你知道地球有多不适合人类生活吗？人类要多努力才可以在地球上生存呢？你看多少的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。换言之，上帝并不存在。气候是一个，那时候10几年前呢，气候变迁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可是现在呢，就被川普啊、习近平啊，他们搞个人主义，全世界的焦点都在他们身上，大家根本就还有发生了很多战争，大家根本就慢慢的遗忘这个话题。可是这个话题一直存在啊。我这几年呐，我已经深感觉得我们已经成为气候难民很久了。那个感觉永无止境的雨天、阴天。我们是在北极吗？我们怎么会有那种永夜日呢？我们人跟其他的万物一样，除了深海底啦，就植物啊、动物啊、生物啊，我们根本就，我们也是需要空气、阳光跟水啊。我们人没有阳光，跟没有睡觉一样，会引起忧郁、躁郁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会变神经病。
你看这种天气，我为什么一直不要在室内拍？我觉得室内拍太幽闭啦。这种天气现在真的是要好好把握，真的没有什么几天好天气。昨天晚上呢，本来以为暴风雨已经过了，那种一直下雨的天气，结果呢，它撑了大概12个小时没下雨之后呢，又来了一场暴风雨，又刮风又下雨。不行，还是要看镜头。我不看镜头呢，我刚刚解释过了，没有办法美颜，请不要笑我。有几个人有真正的勇气，用全部的自己的正面目在 YT 上卖丑？我后来发现不行啊！我前两片有几次把我拍的有，我前两片有2支影片把我拍的很丑很丑，没用啊！我不行，我还是看。虽然在台湾还是有很多的环保人士、环保团体在努力，但是我们首先要承认，我们自己已经是气候难民了吧？那种无止境的雨天、阴天，然后飘忽不定、神经质的台风，我一向就觉得我们只是蚂蚁啊。你用蚂蚁的角度去思考的话，一切就说得通了。一只蚂蚁为什么要想象这一座大山后面的另外一个地方，那边的天气是如何，那边的生物过得怎么样？所以咯，我们只是蚂蚁，我们不需要上帝。完了，拜拜。